画卷，他们找到了一处可以安全下锚的岸边，民以食为天，先抓条鱼来准备今天晚上的晚餐。杰克穿上脚蹼，拿着鱼枪再次下海。这次下潜不是欣赏海底世界，而是解决今晚的吃饭问题。下潜到10米深的海底，珊瑚礁附近稀稀拉拉的几条鱼在海底游荡。一条体型还不错的鳟鱼被杰克锁定了，瞄准之后一枪命中头部，挣扎了几下就已经动弹不得，拿出水面才知道有多大，分量十足，已经足够他们2人大吃一餐，早餐也可以一同解决。开始放下锚链，这里的海水很浅，周边都被海岛包围着，这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。固定好快艇之后，老当益壮的老杰还玩起了桨板，划起桨板来比谁都熟练。他要围绕着整个海岛转一圈，查看这座海岛的地形。随着无人机的徐徐升起，太阳下山处的海平线上被巨大的太阳发出的橙黄色光芒给淹没了，海岛没有了阳光的照射，呈现出灰暗的色彩。海面倒映着太阳光的余晖，清澈的海水，洁白的沙滩，偶尔还有2只海鸥飞过，欣赏老杰划着桨板飘过水面。人与自然形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线，生活在这里成了小编一辈子的梦想。时间来到了晚上，船上的灯光所到之处就会有一群小鱼围绕着灯光在转圈，海龟也跑来凑起了热闹。鱼群里的鱼越聚越多，也引来章鱼哥过来猎食这些小鱼。章鱼哥所到之处，小鱼纷纷跳出水面躲避。相机放到海水里，可以清晰的看到无数条小鱼在不停的游动，场面非常壮观。鱼肉已经烤好，挤入柠檬汁，再放到一块薄饼上，加入青菜，再挤入沙拉酱，卷起来就可以吃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加精彩的世界。